首先，如果说我们去收购一家公司的话呢，它必须要对我们公司产生直接的一个盈利的提升。这个增长呢，对我们来说必须要可以说得过了。我们做企业的主要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产业链、价值链，所以说上游跟下游都是我们可以开拓的方向。当我们已经有就是转板成功之后呢，我们有更充裕的一个资本注入的话，我们是必须考虑的。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怎么去提高我们竞争能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想法。了解。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家公司叫做 Fibromat。那么其实呢 ，Fibromat 是一家专注于生产以及供应土壤侵蚀控制产品的公司啊。那么他们所提供的这个产品呢，就包括了有侵蚀控制毯，还有土工布以及侵蚀控制网等等其他相关的这些材料。这些产品的设计呢和使用是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土壤的稳定性，还有防止泥沙的冲刷，还有保护环境，还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哦。而且呢 Fibromat 这家公司他们是这个行业当中唯一上市的一家公司啊。那么他们上个季度的毛利率呢是748万，目前是在立板上市，那么他们有计划要转到创业板来上市啊。那么究竟这家公司是不是值得股民或者是投资者来期待的一家公司呢？接下来他们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规划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执行董事黄俊豪，也就是这家公司的第2代经营者呢，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土壤侵蚀控制以及他们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些发展啊。我们先来欢迎黄俊豪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财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其实因为现在不管是人为或者是这个天候的影响呢，我们看到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崩跟水灾的发生是越来越频密了。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公司的业务，还有你们公司的业务如何可以来帮助我们去预防土崩还有水灾？好，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建筑行业里面一个细分领域，就是我们从事土木工程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主要提供呢就是一站式的服务，我们不光是做生产，我们也有做设计，就是提供一些设计方案，还有我们做营销，还有参与就是施工这个环节。就是 as a specialist contractor， 所以说我们服务的客户源呢，其实就是有2大类，一个就是政府单位，像你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政府最近提倡一些防洪这些防土崩一些项目，他们也是我们一些服务的单位。还有就是发展商呢，他们也是有义务在他们发展的土地呢进行固化、软基处理，甚至是一些土壤保护，让他们就是后期建的一些建筑呢比较的扎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技术含量，我们是需要跟他们紧密配合的。我们的材料呢这些东西也是需要跟他们达成一些设计，然后才可以得到发挥到价值。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你们公司是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唯一一家现在已经是上市的公司嘛？对，那么其实你们上市呢只能在 LIB 的市场进行这个股票交易啊，那也只对这个资深的投资者来开放。那其实现在你们似乎有想要转换到这个 ACE， 也就是创业板，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那其实对于这个规划，你们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你们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上市，就是 LIB Market。之后呢，我们并没有打算停歇下来。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筹备着要转板，但是因为这个 framework 没有出来，只是没有出来，所以说我们只能够静候政府还有就是证监所给我们一些方针。但是最近我觉得这些东西也开始比较明朗了，所以我们公司呢其实也在筹备着这个转板的工作。当然说在2019年我们上市之后呢，虽然说只是立 market， 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受益的，因为包括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呢，需要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资质文件，我们都可以提供，我们可以承接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受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年如果可以上市，就是转板 ACE Market 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光是要把我们的业务继续扩展，不光是要把我们的产品做大做强，我们更需要的是对接我们的投资者，还有就是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呢，得到一些
一些辅助，比方说我们必须要整合我们上下游，有可能我们会考虑一些收购啊这些，找寻一些战略伙伴来达成我们一些更远大的一个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考虑当中的。了解，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上个季度你们的毛利率呢是马币748万，你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算是有吸引力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我们可以用几个角度去分析，因为当然你说 business risk， 我们还是有一些风险，比如说汇率风险还是什么，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刚需，对，它是一个刚需，所以说，如果说 revenue 来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肯定可以拿下一大板块。对于我们业务来说，我们没有担心。再加上政府呢，其实也一直在提倡这些新兴的材料呢，来防止一些土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业务是持续发展的。至于利润的话呢，我们肯定是希望通过上市之后呢，我们可以整合我们所有的产业链，让我们的竞争能力提高。相对来说，我们盈利点也可以提高。所以说，我不方便透露具体我们2023年财报，但是有关注我们公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留守我们的一个财报。了解，其实会不会有人觉得说你们公司就是靠着天灾啊，或者是人祸在赚钱？那其实感觉上你们的这个利率要上升，就似乎要期待有更多的天灾或者是人祸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盈利点是能够吸引到消费者？当然，如果说靠着天灾，我们有一些业务，这个说法也不是错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可避免的东西，因为全球暖化嘛。对吧？我们之前马来西亚有的雨量，现在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点。当然，如果说不要说天灾的话呢，其实马来西亚近这几年也是在搞的基建项目。基建项目本身呢，就是会涉及到很多我们提供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房建项目呢。只要说一个国家它还在发展，人口上升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刚需。所以说，不光是天灾，比方说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一些highway公路。它没有天灾，你也是需要提前先去做一些保护工作的。你总不可能就是等它发生之后，我们才去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候呢，可能已经是有一些人命伤亡了，甚至是维修成本会高于我们如果提前去预防它。所以说，不管是事后还是事前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技术还有我们的产品是必须的。我相信很多股民跟投资者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政府将要斥资118亿的这个防洪的工程嘛。对。那么这个其实你们蛮有信心，可以在这个工程当中一起去得到这个相关的合约啊。那么其实 Fibromat 是否已经真的那么有信心可以得到这些合约，还是你们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其实这118亿的这个拨款呢，对于防洪工作呢，大大小小的，其实我们也是在紧密配合。当然说，不光是今年的这个大的一个预算，之前我们也是跟 JPS， 就是 Drainage Irrigation Department 也跟他们合作过很多水利工程，包括吉兰丹、登嘉楼一些沿海一些护岸的一些工作，包括可能是拔升河、吉隆坡一些河道修复、水利工程，其实都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服务的一些板块。当然，不光是118亿的这个拨款，其实政府呢在2024年的财政预算里面也有拨了5.63亿，就是 for slope protection，就是斜坡就是防治土崩的这一块。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本来20多年前都已经在做的东西。我们身为一个企业的领头羊，我们很有信心呢。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很亮眼的成绩。目前为止，其实你们在市场上面最大的竞争者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际呢？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呢，可以算是前3名最大的公司，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当然，我们另外2家公司呢都是外国企业。如果说本土公司而且上市的呢，其实也就只有我们一家。我们是非常光荣的，可以说这一点的。当然说，如果别的一些可能中国一些厂家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呢？我们某个程度上是对我们造成一些威胁，但是他们只是做生产，他们很少会参与设计，所以说他们来到这边的话呢，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客户需要的。当然，我们不光是做生产，我们有做设计，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给你一个很针对性一个方案，我们参与设计，我们才给你推出我们就是我们认为你需要的东西，你需要的产品，这是我们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优势是在设计？设计是其中一个，而且我们也有做施工installation。所以说有些材料呢，总包它不一定知道怎么去安装，或者说它安装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一个经验，所以说我们可以承接这个 installation。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不光是可以挣到材料的这个盈利，而且施工盈利也可以得到。是否会觉得说你们是一家马来西亚本土的公司，所以就特别有优势呢？跟国外的公司比起来，你们比较有优势？我觉得这个优势还是有的。如果说本地一些发展商啊，一些政府单位呢，他们对我们也是比较亲和了，我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工厂，自己也体现了我们自己想要做大做强的一个理念。我们自己做生产，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实验室。我们实验室呢也是国际认证的。比方说我们的客户如果说他们想要到我们公司做检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如果说别的一些我们竞争对手他们没有实验室的话呢，客户只能去国家的检测机构。那国家检测机构呢是收费的，而且这个费用也不便宜，而且需要等上挺长时间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给到客户的一个价值，所以他们也是挺开心的。你觉得你对于你们公司对于马来西亚的国情，或者是对于这边的土壤、对于这边的气候的了解跟掌握，会比外国的公司来得更加好吗？他们应该也是对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也是挺熟悉了。当然我们的 revenue 90%多呢其实是来自于本土，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去开拓其他国家的一些生意。所以说我们相对于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啊，还是土壤情况，还是客户的需求呢，还是比较掌握的。了解。所以在近期没有想要到国外去拓展业务的这样子的规划，还是想要比较扎根在马来西亚，专注国内的市场吗？当然我们长远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必须要跑出国外的在东南亚这个区域打开我们的业务。当前马来西亚其实也弄到我们挺忙了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先把我们这边扎根，然后我们再放眼东南亚。了解。我们其实也有发现说，这个 Fibromat 的这个股息支付的记录只有4年而且似乎有在下降的趋势。这是你们希望能够保持留住更多的现金流吗？还是说，因为你们认为公司的未来的前景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没有办法提供更多股息？主要还是我们最近在筹备这个转板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不想要这个股息派发太过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我们还是尽量想把我们一些资金放在这边，以便我们如果说上市之后呢，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会比较充裕。了解。你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是说有考虑说要去进行收购，或者是被收购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主要的就是要看说这个个别的收购案它的利润嘛，对不对？或者说它能够带来多少的这个效益，或是对公司来说，其实你们更要去思考的是长远的一个发展有没有哪一些点是你觉得说在收购或者被收购的时候，是你们特别会去思考到的呢？首先，如果说我们去收购一家公司的话呢，它必须要对我们公司产生直接的一个盈利的提升这个增长呢，对我们来说必须要可以说得过了。这么简单来说，必须要说得过。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主要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产业链、价值链。所以说，上游跟下游都是我们可以开拓的方向。上游的话呢，就是继续的开我们生产线，但是我们也是需要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对我们带来的效益是多少。如果说我们整合下游的话呢，就是做施工方或者是一些公司，它有一些设备，我们可以参与一些施工，这也是一个方向。所以说，当我们已经有就是转板成功之后呢，我们有更充裕的一个资本注入的话，我们是必须考虑的。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怎么去提高我们竞争能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想法。了解。利润很重要，能够为你们公司带来收益很重要。那其实，在合作的同时，或者在收购的时候，不晓得价值取向，或者是说愿景，这个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是重要的吗？就彼此之间这个差异，会不会在这个利润面前，有的时候就去做出一些取舍呢？你认为？不会。对于我们来说，其实
我们如果可以上市，其实已经是一个里程碑了。我们更着重的是去想这公司怎么可以持续成长，企业长青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合作的单位，不光是我们需要收购，就是我们合作的单位，还是一些供应商，我们也必须了解他们公司的愿景，他们公司的文化。不光是你的材料必须好，还是你的服务好。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三观不符合的话呢，可能我们长远来说会有一些不能妥协的一些摩擦，对一些摩擦。所以说，我们更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管理层是不是跟我们看的同样的东西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呢，以后的合作呢就不会那么的理想。一方面是盈利是对于我们投资者一个交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环境去重视，因为我们身为这个理念的一个算是领头羊吧，我们是有义务去在这个就是这节点上面呢，去花多一点心思去想什么东西是为大家都好的，这是应该的。了解，因为如果理念或者是观念不合的话，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分歧啊。肯定。对，那其实谈到了这个治理公司的部分的话，现在 ESG 也是大家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哦。不晓得贵公司在 ESG 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或者是想法呢？其实我们公司早在成立的时候呢，20多年前，我们就是以一个绿色企业作为我们的核心思想，所以说我们当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开始想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参与的东西，我们生产的东西呢，大多都是使用一些天然的资源，比方说这个稻草、椰丝、棕油丝这些材料，或者是 recycle plastic 回收材料。所以说我们确保我们生产的东西呢，不光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污染，包括我们生产方面，我们一些 wastage。还有我们那些废物回收都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些policy， 而且说我们的东西用到去外面市场上面呢，不会造成什么污染，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保护，甚至是还原的一个效果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思想。然后至于social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老板也是不遗余力，我们的公司里面的员工，我们也是定期给他们做培训，包括近这几年来，其实疫情也对我们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其实我们公司是有一条口罩的生产线，我们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有陆续在派送口罩的，给一些弱势群体还是社区提供这些免费的口罩作为 CSR。然后至于 governance 的话呢，我认为我们转板其实也是彰显出我们公司想要更规范的一个过程跟一个 determination。因为我们从小公司到 LEAP 到 ACE， 其实就是更加的stringent 更严苛，对吧？所以说在我们更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被逼把我们所有的流程都标准化、透明化，甚至我刚才跟你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愿景如果说他们做的东西会伤害到别的利益的话呢，这东西我们也是不妥协的。是。那今天非常谢谢来自 Fibromed 的执行董事黄俊豪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公司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未来的一些远景，还有这个愿景以及计划那我觉得今天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才俊，然后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你算是第二代吧？第二代对，然后能够用非常流利而且清晰的华语来描述及讲述公司的愿景，我觉得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在中文的这样子的 communication 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有你这样子更多的青年才俊的出现。不敢。好，再次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回来。好，谢谢。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次见。